这是一个以医疗和社会工作为主的频道，提供白话医疗、照顾技巧、社会福利与服务资讯，提供给社会大众、社工系的学生或正往社工生涯前进的每一位，一些滋养或工作技巧等知识，希望对你有帮助。喜欢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 Andrew， 有我一切都安啦。我们有时候会在新闻中听到一些有关于机构的新闻，像是最近台湾东部某县市的安置机构主任性侵个案事件，另外还有司法官的案外案。比起韩剧中的少年法庭，比翻版还要夸张。有霸凌或性侵害事件，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不好的机构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吗？机构有报道的多半是真的，但是事实上是什么，还是看判决书会比较实在一点。但是这也不是完全的事实，因为有些因为证据的关系没有办法起诉，所以不一定是事实，但是距离应该不远。如果有发生这些事情，机构一定是不好的吗？我觉得不一定，有些是环境造成的，有些是个人的因素。个案本身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些是集体的行为，一定有管理上的问题，但是很难用好或不好来二分。首先，我们要来谈谈性行为这一件事情。性行为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呢？如果从小耳濡目染，是很有可能人生的第一次会比同年龄的人来得更早遇到。孩子小时候目睹家人的性行为，家中的成人看 A 片，小朋友在旁边跟着看 A 片、色情文字、照片等等。孩子对性不了解，会探索、会模仿的行为跟动作，造成猥亵或性行为的产生。而性行为的受害者会有两个发展的状态，有一种对性很厌恶，极为保守，怕再次受到伤害；另外一种行为对性走开放的路线，很放荡的路线。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个案性开放，放得很开，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样的行为有可能是报复的行为，也有可能是在惩罚自己。在机构中，性侵害大致有4个类型：第一，情投意合看对眼；第二，性游戏；第三，性剥削；第四，权势性的暴力，性暴力。当然，性像一颗迷人的糖果，吃了之后就会上瘾，特别有些状况下产生了正增强。我们来谈谈第一个状况：情投意合，看对眼。因此，进入机构中的孩子，如果他的机构是一个男生跟女生混合收治的一个机构，在看对眼的情况下，可能就半推半就，很容易就变成机构中的性侵害事件。第二，性游戏，如果孩子对性好奇，正好有一个人
可以用言语或有一些小把柄的威胁下，对于 A 片色情的概念进行验证，透过我摸你，你摸我的部分玩来玩去，进入到性行为的核心中，就产生了性侵害的状态。第三，性剥削，运用性关系进行交换自己想要的东西。在机构中，某些孩子会以性当作工具，换取金钱、某些的空间或某些的目的，例如帮同房年龄较大的孩子口交、自慰，换取到某些的劳务免除、金钱或者加点数等好处。就如剧中逃离机构的这些少女，要如何生存取得金钱财物呢？不要偷，不要抢，那只好下海援交，卖春赚钱。有人负责拉客，有人负责援交，钱当然进入主事者的口袋里面。过去在台湾援交妹盛行的年代，安置机构收了不少这样的少女，而这些人被安置了，每几年都有少女逃跑、从高楼坠楼的案件。为了要逃离安置机构，忘了自己已经被迫从良有些时间了，三餐正常，睡眠充足，也忘记自己的体重不如以前，想从楼上用床单绑好垂降而下，哪知道床单无法承重自己的体重，重重的从上面往下摔，惨死在楼下。全国类似的案例还真的不少。如果我们是救少女脱离火坑苦海，为什么他们要逃跑呢？有些事情很难说明白，有的时候小孩子也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第四，权势性暴力，这有两种，一种是安置个案与安置个案之间，另外一种是工作人员与安置个案。手法上，前者比较粗暴，后者因为成精了，手法比较高明。安置个案与安置个案间，当然有另外一种是同性别的性侵害事件，经常出现在权力不对等的状况下。在安置机构里面的孩子，常常因为大的管小的的状况，利用自己的权势，对年纪或比较之前的孩子进行性侵害。不服从年长的孩子的命令，整理内务就不加分，没有零用钱可以领，或是要年龄小的做更多的事。你敢跟老师说吗？你就死定了。孩子心生害怕，就是噩梦连连。另外一种，工作人员对安置个案的部分，在安置机构里面要特别小心一种人，怎样赶也赶不走，怎样都不下班，这种人要特别小心。虽然现今进入儿少机构工作都要附良民证，是否有不当的案件不可录取，但是无法防范还没有露出狐狸尾巴的人。工作人员对于个案的诠释，上对下用性做压迫，是非常可恶的事。因为工作人员你掌握了个案的生死，用性行为进行胁迫个案，是非常全差的一件事情。或许你会很好奇，安置机构里面不是有老师、有其他工作人员吗？按安置机构的设置标准跟禁用的准则，目前有法定的人数，
也就是说，你机构有多少床，应该配置有多少样子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必须先扣除白班的一些人员，例如主任、社工。有些机构的社工是不值夜班，或者他晚上假日是不在的，所以实际跟孩子相处在一起的是生辅员。生辅老师里面，你还要除一下，现在有周休2日，有变形工时，所以假设这个机构有6个老师的话，那你6个老师要一天要，如果是轮2班，那就是只剩下3个老师可以用哦。那你3个老师怎样分配在不同的房间？因为有些如果是育幼院可能它有一栋一栋的，或者一间一间的，或者它是分层的，那一层或一间要放几个老师呢？所以很容易在老师在忙的时候，造成空间里面只剩下孩子的状况。当这个时候就是可乘之机，因此很多时候会在这个没有工作人员的时间点里面发生了性侵害事件，特别是在人力不足的状况，因为做安置机构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当机构孩子在一个地步，但是工作人员流失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像我自己曾经一个人要带5、6个孩子，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的时候，其实压力是很大的，而且你大部分的时间要怎样分配在孩子身上，可以注意到孩子的不同状况，这个真的是考验机构跟生辅员的想法跟管理工作的能力。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机构对个案的部分。在机构里面，主管、主任、社工常常有机会跟个案单独相处，比如说会谈，或者是孩子犯错的时候给予告诫，或者是做其他的部分。这个时候很容易就会在四下无人的状况有可乘之机，这个时候都需要特别小心。当然，社工人员或者主管人员也要小心，因为有些孩子也会散发善意，让你觉得有可乘之机，不小心你就会掉入这个陷阱。一旦进入这个陷阱，你的麻烦就上升了，要不然你就要被关，如果是社工师就要吊销执照。所以在安置机构里面是很辛苦很困难的一个工作，对很多事情都需要特别小心。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期会讨论机构间的虐待跟暴力事件，我们下一次见。